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好，上一节课我们系统学习了普通话每一个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牢记这些语音常识，然后在发音训练过程中认真检查自己的声母在发音部位、发音方法上有没有明显的缺陷和偏差。尤其要注意那些受方音影响而导致的声母系统性错误，比如平翘不分、呢了不分、呵佛不分、接音现象等问题。然后以理论指导实践，不断提高自我完善能力，使自己的声母的发音更加的规范准确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发音部位的顺序对普通话声母进行发音训练。下面首先进行双唇声母波、坡、摸的练习。在每组声母练习之前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，就是该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什么？那么谁能来回答我双唇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？是我来。发音部位是上唇和下唇，然后发音方法是波是不送气清色音，对，然后坡是送气清色音，而摸是浊鼻音。记忆得非常好。我们前面学到过，波是双唇不送气清色音，坡是双唇送气清色音，摸是双唇浊鼻音。在练习之前呢，我还要先说一下双唇组声母练习的过程当中常见的问题。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咬字过重。普通话波和坡是轻声母，实际发音时声母其实只是有双唇成组的动作，气流冲破双唇后是后面的元音在响亮的发音，比如说八。对，刚开始进行发音训练的同学，不要因为片面的强调咬字，把重读音节当中的不送气清色音读的浊了，发成了浊色音，比如说 b 波 b， 对，有些咬字就比较重一些。这项错误呢，也是普通话测试中常见的语音缺陷的类型。第二个常见的问题是双唇爆破无力。我们知道波和坡这两个音都是色音，成组的位置双唇在阻挡气流之后呢，它是突然打开，气流冲破阻碍，爆发成声。所以呢，发音时要有爆发的感觉，力量要集中在唇的中间1/3处。其实这也是将来我们学习吐字归音的要求。比如发表和飘这两个音节，后面你的双唇闭合的时候呢，就不要拖泥带水，表飘，一定要还要保持它爆破的这种感觉。第三个常见问题，坡声母送气过强，比如破坏的破。我们听到好多语言类小品就喜欢拿这个声母的发音当噱头，比如说破了、响了，对，就是唾沫星子随着我们的气流呢喷到哪儿都是。送气过强对将来吐字归音当中字头部分的处理会有不利的影响，将来面对话筒呢也会有比较强的噪音，而且呢也比较浪费气息。我们知道波声母气流较弱，是不送气的，坡声母是送气的，气流较强，但也不必过强，二者有区别就可以了。中国人耳朵区别送气还是不送气是很敏感的。总之，生活中这两个音不用过分讲究，交流没有障碍即可。但是播音中要求字音清晰准确，要注意加强这两个音的练习。下面呢，就请同学们看材料进行练习。王卓宇先来。好。八、白、宝、比、别、表、边、部、碧波、必报、奔波、冰雹、报表、褒贬、辨别。好，那这组声母呢发的整体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在第一行前几个音节当中，就是有我刚才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爆破无力。比如说边，你不要
跟元音相接的时候，持续时间过长啊，双唇迅速的离开，哎，有一种爆发的感觉，气流从唇后爆发而出的感觉。来，再来一次。边。哎，好多了。接下来的韵母部分也有一点拖泥带水，我们将来到学习韵母的时候再进行下一步的纠正，好吧？好。坡声母。怕、破、排、盘、喷、批、撇、铺、批评、乒乓、偏旁、排炮、澎湃、瓢泼、评判。你读下来的话，是不是感觉有点累？哎，那么刚才呢，我们也提示过啊，那么这组声母呢，它是送气的，这组这个坡声母呢，它是送气音，但是气流不要过强，哎，那么过强之后呢，你的气息浪费的非常的快，同时呢，也不利于我们将来的吐字归音的训练啊。比如第一个音节就啪，就直接把气流全部在你的声母部分就已经用完了，元音部分呢，这个气流就不够用了。好，来省一下，好吧？哎，节约一下气流，不要送气过强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试试单音节字。怕、破、排、盘。哎，停一下，你这个盘就非常的好啊，前面两个送气还是稍有一点强。好，接下来呢要继续加强训练啊。好，最后呢我们练习一下双唇组的绕口令。我希望能够听到刚才我所提示到的双唇的爆发的清晰有力的感觉，好吧？那么大家一起来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很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双唇浊鼻音声母摸的训练。我们知道摸是浊鼻音，发音时双唇成组后软腭下垂，挡住鼻腔通道，然后呢气流从鼻腔透出，跟着我发对，然后除组摸。对，在练习之前呢，需要提示一下，汉语当中这个音比英语当中的同样的浊音程度呢要轻一些。有人发摸音时，双唇呢抿起过重啊，然后延缓了发音的动程。比如说面貌，对，面貌啊，不符合汉语的语感，也不利于将来的吐字归音的训练。另外呢，鼻音持续时间过长，也会导致后面的元音带上鼻音色彩，使整个音节字音闷暗。下面练习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唇的中1/3用力，并及时除阻，让后面的元音及时推出。好，下面呢就根据老师的提示进行发音训练。好，蓉蓉先来。妈、磨、眉、慢、忙、密、面貌、美满、麦苗、埋没、盲目、描摹、弥漫、明媚。蓉蓉刚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音节发的是相当漂亮的啊，比如说美满这几个词。那么还有一些音就出现了刚才我所提示的问题，比如说慢。对，刚才你发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儿，因为鼻音持续时间过长，导致那个后面的啊、安，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鼻音存在，你的啊呢就带了很浓重的鼻化色彩，这声音就显得闷暗了一些。好，那么接下来重复一下，把啊音气流从口腔送出的那个阶段要有，好吧？来，慢。对，我听到了里头有一个元音啊的存在啊，这是个口元音，气流从口腔透出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训练当中还是要注意这样，就是音节当中的声母呢要及时的除阻，让后面的元音及时的送出。好的，那么大家呢接下来做一下绕口令的练习。好，一起来。白庙外蹲一只白猫，白庙里有一顶白帽，白庙外的白猫看见了白帽，叼着白庙里的白帽跑出了白庙。
好。双唇组声母的训练呢，就先到这里。希望同学们根据学到的普通话声母的语音知识，结合自己的发音实践，注意勤加练习，把这组声母发得更加的规范准确。